这是民族英雄朱成功与清军血战过的白沙谷战场。这片地方素来有3日清5日明的说法，可见他在明末时期遭遇过多少激烈的争夺战。当然他也见证了一些南明史，单单是郑家自己整的活就足以让你血压飙升。我们今天的这期视频不仅要复盘这些，还要带各位看看这处数百年后的战场变成了什么样子。如今的它早已变成了一处众神海岸。另外照例提示一句，根据我之前的调研结果，郑成功这个名字尽量不用，而是按照完整的次名将其称为朱成功，或称其本名郑森。赞同我看法的朋友记得点关注，后续咱都这么办。以及今天又是穿明制汉服逛泉州的一天。如今这边的文保级别不高，仅仅是县级文保单位而已，但我这次计划多看几处朱成功的遗迹，所以这里也被我列入了本次闽南之旅的目的地列表中。大家好，我是徐工，现在我们就来一起逛这处白沙谷战场。我是2026年1月从泉州租车自驾过去的，到白沙谷战场的时候就直接把车停到戏台旁边了。这个古战场是靠近海边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能看到渡海观音像。能看到这种造像，说明附近必有庙宇。我在之前的视频里提到，几乎每一处朱成功古战场都配备了至少一处庙宇，而这边的配套庙宇可并不止这一处。它对面的那座最华丽的神庙便是六姓王府了。根据现有资料记载，庙内供奉的神灵生前都是明代的抗倭勇士，而且个个都是文武双全，武功都是从少林寺学的。因为倭寇频繁侵扰当地，所以六义士便率众抵抗，并多次打退倭寇。在之后的某场战斗中，六义士不幸战死，他们的遗孀为他们报仇，便再次发动了进攻，却也在战场上阵亡了。于是人们便建下了这座庙宇来纪念他们，并将他们尊称为六姓王。而在明末清初之时，朱成功曾在此地多次击退清军，所以清朝那边的将领就认为是六姓王在朱成功的背后暗中相助。在清军占领此地后，他们便毁废了这座神庙，直到清末才缓慢复兴起来，并一路被保存到了今天。如今我们在这边还能看到功德主的捐资名单，如果走进内部的话，就还能看到更多的捐资名单。建筑外侧的垂花柱上还摆放着熟悉的神灵浮雕，正面供奉的神灵中最为显眼的是被尊称为大哥爷和二哥爷的黑白无常，这是闽南神庙中的常见神灵，我在北方就很少见到他们。如果你仔细看殿前的盘龙柱，就能看到功德主的姓名，这就是闽南神庙的一种特色，那就是每一砖每一石的功德主都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果我们登上2楼，就还能近距离的看一看建筑上的彩陶。看完六姓王府，我按照附近工作人员的指示，奔向附近的那条小路，终于看到了与古战场相关的字样。看来石碑已经不远了，再往前走就是那块显示白沙古战场的牌子。其实古战场是很大的一片，而我们走过的也只是它的一个点位而已。然后我们越过沙滩，就看到了一座封闭起来的建筑，它就是延平府，但是建筑看起来比较新，而且这边是锁着门的，不能进去参观，也没法得到更多细节。根据史料记载，朱成功曾在这边的军寨中为自己建起了一座延平府，但之后也被毁废了。而眼前的这座建筑，想来便是基于那座建筑所重新复建出来的。延平府的附近是国姓城遗址，这是郑家从别处拆来的石料所修建的一座白沙城。朱成功曾据守于此地与清军对峙，所以人们将此地称为国姓城。它与金门、厦门等南明据点遥相呼应，而周边的海岸则是朱成功水师的停泊地。如今的国姓城只剩下了少许遗址，眼前的这一堵城墙算一段，然后在对岸的位置还有个静海门，也是朱成功用以防御的冲绳遗址，但也是残迹了。临走的时候，我路过了一处大将爷宫，现场看不清神像是谁，但根据配套的资料显示，这里供奉的是朱成功手下的爱将陈奎奇将军。因为白沙村民怀念这位英勇的将军，所以在这里建起了大将爷宫供奉他。如我们所见，这些在历史中出现过的人，如今尽在庙宇之内，享受着后人的供奉。在看完了现场的全部看点之后，我们是时候复盘一下这处古战场所经历过的那些历史了。
在南明时期，因为这边是江口的位置，所以对于水上称霸的郑家军来说，这片地方是毫无争议的必争之地。据守此处的人，则是郑芝龙的四弟郑鸿逵。在朱成功北伐失败后，他便把大部分的家当都转移到了这里，并建起了一座府邸。推测这座府邸便是刚才那座延平府的前身。之后，朱成功在收复台湾后，白沙则只剩一支孤军驻守，并在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死伤惨重。之后，朱成功骤然病逝，世子郑经上位。此时留守大陆的郑家人是郑经的堂伯父郑泰，但郑经不信任郑泰，总觉得他要谋害自己，最后决定假意加封郑泰，并把他骗到台湾，然后囚禁起来逼死了。最后导致留守大陆的郑泰亲族带着万余郑家兵将以及500艘战船投降清朝。现在你应该明白南明史为什么能治疗低血压了吧？这只是郑家整出来的一个活，还不是全部的活。如果把其他几家都算进来，那更得让人大开眼界。所以南明王的一点都不冤，连大小毛都分不清，还指望他能干出露脸的事儿来吗？虽然南明最后的回忆早已在历史中逐渐远去了，但人们依然怀念那些守土的勇士，也并未忘记比他们更早出现的那些抗击倭寇的勇士。我们沿途所看到的这一处又一处的庙宇便是明证。我们常说闽南神灵多，其实很多神灵在生前不过是敢以鲜血和生命捍卫这片土地的普通人罢了。只因这份乡土情在先，人们甘愿铭记他们在后，才有了这供奉众神的庙宇。老百姓从来不是谁赢帮谁，至少闽南的这些百姓，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他们也将自己的选择凝聚在了源源不断的香火中，并将其一路燃烧到了今天。看到这里的朋友，欢迎点赞、收藏、加关注，和徐公一起读城，一起旅行。